2025年正式畫下句點，全球汽車工業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地殼變動。底特律、狼堡與東京的傳統霸權正感受到寒武紀般的寒意。這不再只是關於引擎的比賽，而是一場關於軟體、能源與生存權的終極博弈。增長率是這張賬單上唯一的真理。在2025年實戰排位賽中，有的巨人憑借深厚的護城河穩坐神壇，有的新秀卻以26%的驚人速度完成超車。我們將透過最真實的年度銷量數據，揭開那些華麗外殼下的真實競爭力與隱憂。從第20名到第1名，這場橫跨全球的排位賽即將揭曉。你會看到意想不到的出口黑馬，也會見證昔日神壇的崩塌。看完這段影片，你覺得誰會是下一個消失的巨人？讓我們進入2025全球車企銷量總賬單。第20名，印度塔塔，靠着捷豹路虎的全球豪華溢價與印度內需的強勁支撐，塔塔在激烈的競爭中守住了席位。儘管在純電轉型上仍處於防守態勢，但塔塔憑借對新興市場的精準掌控，增長率穩定維持在2.1%，表現出極強的韌性。第19名，馬自達，作為個性鮮明的代表，馬自達靠着在北美市場精準投放 CX 系列的混合動力車型，實現了4.2%的穩定增長。這證明了只要產品靈魂不滅，在純電時代，傳統內燃機的優化依然有其獨特的生存空間。第18名，出口黑馬奇瑞，增長率高達38.4%，它是榜單中最瘋狂的出口戰神。從俄羅斯到巴西，奇瑞正在填補傳統巨頭退出的真空地帶。雖然國內競爭激烈，但其海外市場的擴張速度也讓全球同行感到驚訝。第17名，奔馳，銷量大跌10%，這是3叉星標誌最難熬的一年。在宣布放棄全電動目標，回歸油電雙軌戰略後，奔馳正試圖重新定義數位奢侈品。這場慘痛的下跌提醒着所有豪華品牌，國有標誌在2026年已經行不通了。第16名，特斯拉，10.2%的跌幅，標誌這家電車龍頭正陷入產品週期老化與全球內捲的漩渦。馬斯克的精力分散與產品線單一，讓特斯拉從增長神話變成了生存挑戰。矽谷模式是否真的無敵？今年給出了殘酷的答案。第15名，雷諾，靠着在歐洲市場成功的精簡戰略與全新一代小型電動車的爆發，雷諾實現了3.2%的逆勢增長。透過縮減非核心區域，專注於歐洲本土的性價比市場，這家法國百年品牌正在重新找回它的節奏。第14名，寶馬集團，雖然增長率僅為0.5%，但寶馬在豪華電車領域的轉型被公認為傳統德系中最成功的。i 系列車型的強勁表現，彌補燃油車市場的萎縮，讓寶馬在高端市場的排位賽中依然保有無比強大的競爭力。第13名，長安汽車，在國內穩健布局的同時，長安在2025年開始加速海外放量，實現了5.1%的穩步增長。憑借深藍與阿維塔雙品牌在智駕領域的突破，長安正在從一家傳統國企向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數位科技車企跨越。第12名，日產，4.4%的銷量陰跌，反映出這家老牌巨頭在智駕轉型上的緩慢。儘管 Ariya 在特定市場口碑尚可，但在全球核心戰場的產品力缺失，這讓日產陷入嚴重的市場份額流失，轉型壓力已迫在眉睫。第11名，鈴木，雖然在全球純電浪潮中顯得低調，但鈴木依然是印度市場無可爭辯的小車之王。靠着對新興市場極致成本掌控，鈴木實現了1.4%的穩定增長，證明了在全球南方的廣闊天地中，小車依然是大生意。第10名，本田，銷量352萬輛。作為昔日的自系之王，
本田在2025年顯得有些步履蹣跚，全球份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負7.5%的增長率是本田近年來最慘痛的成績單。儘管雅閣與思域依然是經典，但在亞太市場，本田的智駕與插混轉型節奏明顯慢了一拍。這家技術型公司正處於最關鍵的轉折點，如何在電車時代找回靈魂，是其當務之急。第9名，吉利控股，銷量411萬輛，這是榜單中最讓人側目的增長狂魔。這家中國巨頭正以不可擋之勢重塑全球版圖，26%的驚人增長讓吉利在2025年大放異彩。透過全球收購與自主研發的雙輪驅動，從極氪到沃爾沃，吉利成功切入了高端市場。其國際化戰略的成功，也為所有追求全球化的車企提供了一個堪稱教科書級別的範本。第8名，福特，銷量439萬輛。作為底特律的最後守望者，福特正在進行一場豪賭，試圖將美式皮卡的傳奇延續到電動時代。雖然銷量未跌了1.6%，但福特的利潤結構正在優化。靠住 F 系列皮卡強大的現金流與混合動力車型的及時補位，福特在轉型陣痛中保持了穩定的基本盤。但在全球化市場的激烈廝殺中，福特仍需更具爆發力的產品。第7名，上汽集團，銷量450萬輛。作為中國出口的領頭羊，上汽正在用 MG 品牌在歐洲戰場上演一場精彩的回馬槍。12.33%的2位數增長，主要歸功於海外市場的全面爆發。上汽成功地將產品賣到了全球100多個國家，不僅在東南亞站穩腳跟，更在歐洲豪華車的大本營撕開了缺口。它是中國車企國際化路徑中最穩健的代表之一。第6名，比亞迪，460萬輛。這家曾經的電池工廠，在2025年正式超越福特，躋身全球汽車工業的權力中樞。比亞迪的崛起是全產業鏈自研模式的全面勝利。透過極致的成本控制與驚人的產品迭代速度，它在2025年不僅統治了中國市場，更在新興市場如蝗蟲過境般擴張。它是全球傳統燃油巨頭心中最恐怖的競爭對手。第5名，斯泰蘭蒂斯，銷量548萬輛。這家橫跨歐美的巨頭正試圖在旗下14個品牌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以應對電動化浪潮。1.27%的微增，反映出其在多品牌整合後的陣痛與轉機。雖然在歐洲市場表現穩健，但在北美的電車轉型節奏仍顯吃力。斯泰蘭蒂斯的未來取決於其能否在成本削減與技術創新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起點。第4名，通用汽車，銷量618萬輛。作為底特律的靈魂，通用在2025年憑借皮卡與豪華電車，成功鞏固了其在全球市場的統治力。3.03%的增長，得益於奧特能平台的全面鋪開。通用正果斷撤出低利潤地區，將重心轉向軟體定義的未來交通。儘管面臨新興勢力的挑戰，其深厚的工業底蘊依然是全球汽車版圖中不可撼動的基石。第3名，現代起亞，銷量727萬輛。這家韓系巨頭已不再是昔日的追隨者，而是全球智駕與純電設計的引領者之一。0.6%的穩定表現，背後是現代集團全球布局的深度。從北美到印度，韓系車憑借極高的性價比與前衛的技術感，贏得了全球中產階級的青睞。其在氫能源與機器人領域的長期布局，也為未來的10年埋下了伏筆。第2名，大眾集團，銷量898萬輛。曾經的世界之王，如今正處於變革的風暴中心。這家德國工業巨鯨正試圖完成最艱難的一躍。負0.51%的微跌，揭示了福斯在中國市場遭遇的苦戰。
雖然保時捷與奧迪依然貢獻着驚人的利潤，但核心品牌大眾的軟體轉型依然步履蹣跚。能否在數位化浪潮中重新找回精確性，決定了這家百年巨人能否重回巔峰。第一名，豐田集團，銷量1132萬輛。無論外界如何質疑其轉型節奏，豐田依然用震撼數據證明，它才是這顆星球最強的汽車王者。4.65%的增長，堪稱奇蹟。豐田的護城河來自於全球消費者對混合動力的絕對信任。在純電浪潮回歸理性的2025年，豐田的多路徑策略大獲全勝。只要這家巨人不倒，全球汽車工業的最高權力便依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數據不會撒謊，2025年的這份總賬單告訴我們，汽車工業正從機械競賽轉變為一場關於算力、能源與規模的終極對抗。燃油車的護城河正在乾涸，而軟體與電池正在重新定義全球財富的版圖。看完整份榜單，你的下一台車會是誰？你覺得誰會在未來的競爭中率先出局？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與我們一起見證汽車時代的更迭。別忘了訂閱我們，獲取更多深度的財經與科技解析。下期見。